今天给兄弟们带来一部2024美国最新的科幻电影《受困旅馆》。故事一开始，一个骑行团队来到一处山间训练，他们入住到山上的一所旅馆，在辛苦的训练了一天后，众人一起坐在露台上闲聊。这时教练跟他们说了一个关于这座山的传说。在1975年，有一个骑行团队莫名消失在这座山里，从此以后他们的灵魂一直在山里游荡。教练询问大家是否有听到微弱的尖叫声，大家听完开始半信半疑，内心顿时产生了一丝恐惧，随后纷纷表示要回房间休息。第二天，男主小帅正在修理他的爱车，这时看到旅馆老板提了一个黑色的麻袋，吃力的扔到了后备箱，随后还拿了一个铁锹，匆匆开车离去。就在小帅疑惑老板到底干嘛时，门口突然进来了一位金发美女，小帅瞬间被对方的盛世容颜所吸引，于是连忙上前询问，原来是好友大壮的女朋友。小帅一听名花有主，瞬间有点失望，但还是很热心的帮他提了行李。金发妹见到大壮之后，两人兴奋地拥抱在了一起，随后迅速回到房间做些有意义的事情。小帅看到这一幕，内心感觉不太好受。第二天一早，团队开始紧张的训练，一开始大家骑行的非常顺利，直到他们来到了一个拐弯处，大壮不慎摔倒在地，膝盖直接撞到边上的石头，瞬间血流不止。他的队员让他坚持一下，后面的教练马上就到，随后继续往前骑行。不久后，教练来到大壮的身边，与两名队员一起扶起了他。大壮似乎伤得比想象中更加严重，教练需要将他先送回旅馆。这时不远处突然出现了一阵白白的浓烟，很快几人将大壮送回了旅馆。突然看到电视正在播放一则紧急新闻，就在他们骑行的这座山里，一个早上已经有28人丧命，警方推测是一起连环杀人案，还表示这场杀戮不会就此结束，在凶手没有抓获之前，建议大家不要进入山区。此时团队里面还有6名队员还在山里骑行，教练需要尽快将他们全部召回。留在旅馆的几人纷纷开始讨论凶手是谁。小帅立马想到了旅馆老板，因为他早上看到老板带着麻袋急匆匆的离开，还带着铁锹，很有可能是去毁尸灭迹。几人听完后顿时陷入紧张的氛围中。此时教练还在外面寻找着剩余骑手，可是天色已经渐渐昏暗，教练还是没有找到他们。第二天6名骑手依然没有回到旅馆，教练决定先打电话报警。可这时电视里再次播报了突发新闻，经过警察的调查，这起案件并不是连环杀人，真正的原因是空气中的病毒感染。目前病毒正在全球各地蔓延，死亡人数还在不断增加，医院目前已经人满为患。原本大壮还想去医院治疗腿伤，看来只能被迫放弃。教练还在担心没有回来的6名骑手，他准备继续打电话反映情况。就在这时，旅馆突然发生一阵晃动，没过多久晃动停止，几人还处于惊慌失措当中。这时门外突然传来了急促的敲门声，众人非常谨慎地询问对方是谁，可一直无人回答。于是小帅打开了门上的小窗口，原来这名女人也是住在这所旅馆的客人，她时不时地往身后看，似乎后面有什么东西让她非常的紧张。但小帅一伙人刚刚从电视里得知病毒感染的消息，害怕女人携带了病毒传给他们，他们此刻开始有些犹豫。就在他们还在讨论究竟要不要开门时，女人突然消失不见，随后发现女人竟朝着后门跑去，好在他们早就反锁了门窗，女人根本无法进入。但教练有些心软，想放女人进来，然而其他人都在反对教练，万一女人携带了病毒，那么他们都会有感染的风险。就在这时，泳池中突然出现一股浓烟，整个旅馆再次发生了晃动。教练趁着这时将女人放了进来，可女人一进门就直接躺在了地上，嘴里还流出了鲜血。没过多久，女人就领了盒饭，大家看到后都非常的慌张。晚上大家还在讨论究竟是怎么回事，其中2个不怕死的队员还在露台上喝酒，殊不知危险正悄悄来临。此时金发妹正在厨房拿水喝，就在这时教练突然来到她的边上，愣是给金发妹吓得飙起了高音。小帅闻声后赶紧来到厨房，却发现教练目光呆滞，似乎着了魔一般，还说着一些奇怪的话。经过小帅的摇晃，教练这才缓过神来，难道是白天接触了女人感染了病毒？此时在露台上喝酒的2人没有注意到，身后一股浓烟已经飘到他们的身边，开始缓缓化成了人形。Give me some of that. Hey, look. Step on. What the fuck is this? Wait, John. What, man?
Bullshit. The fuck? Hey, what? Yo, I can't move. 在厨房的三人也发现了浓烟，但他们却不敢轻举妄动。只见浓烟将帽子男紧紧包围，随后倒在了沙发上，嘴里还不断吐出白烟。一瞬间，帽子男的脸变得煞白，而黑皮趁机赶紧逃跑，可惜没跑多远也被浓烟团团围住。不久后，跟帽子男一样口吐白烟，最后一命呜呼。此时屋内的三人目睹了浓烟杀人的全部过程，内心感到十分的惶恐。他们都以为自己会是下一个目标，没想到浓烟看了他们一眼后竟离开了旅馆。可能浓烟没有手臂无法开门，又或者是其他的什么原因导致他选择离开。第二天，小帅将昨晚遇害的两人进行简单的埋葬。此刻的旅馆已经没有网络和信号，根本无法与外界取得联系。每个人的情绪似乎也发生了改变，特别是教练仿佛精神也出现了异常，他将所有的刀都收集在一起，并且藏了下来。就这样日复一日，他们在旅馆待了将近半个月，吃的东西即将消耗殆尽，害怕感染的他们也不敢随意出门。细心的小帅发现附近有可食用的野菜，但前提是需要进入森林。金发妹则认为进入森林太过冒险，她提议可以尝试去邻居家看看。小帅表示即使去了邻居家也不会分到很多的食物，不如让他去森林里挖点野菜。可其他三人都认为去邻居家比较保险，无奈小帅只能服从大多数人的建议。由于大壮伤势还未痊愈，只能教练和小帅两人一同前往邻居家。可到了邻居家，发现并没有其他人，而且邻居家的食物也少得可怜。就在两人准备搜刮食物时，一个手持枪支的男人突然出现。教练连忙解释，他们是旁边旅馆的客人，只是想要一些食物，并没有恶意。可男人家里本身已经没有多少食物，并不想把食物分给他们，因此教练和男人发生了争执。慌乱中，教练抢走了男人手里的枪支，可不管小帅怎么劝阻都无济于事，教练毅然决然地开枪打死了男人。小帅实在不敢相信，一向心地善良的教练为何变得如此冲动，但教练却告诉他，这就是末日下人类生存的法则。教练让小帅跟着自己一起离开，这里的食物根本不够4个人生存。他让小帅放弃大壮和金发妹，这样他们就可以活下去，但小帅却坚决地反对。第二天，小帅带着昨晚搜刮的食物回到旅馆，可教练却迟迟没有现身。大壮看到了小帅，还带回了一把枪。小帅谎称是在邻居家找到的。这时他发现了教练坐在外面发呆，他们担心浓烟随时会来，于是三人都走了出去。小帅率先来到教练面前，却发现他早已没了呼吸。此刻的金发妹害怕的再次飙起了高音，她认为一定是浓烟杀了教练。三人慌慌张张迅速跑进了屋内。接下来的日子，三人相依为命。时间不知过了多久，大壮的伤势由于没有及时治疗，变得愈发严重。就在三人死气沉沉的时候，突然电视机有了信号，这时正在播报一则新闻。经过专家研究发现，其实并不是病毒感染，而是有外星人入侵。大壮听完非常的惊讶，这世上竟然还真有外星人。而此时的小帅突然心情变得低落，他独自走到了泳池边上。大壮看到小帅这么伤心，便上前安慰。小帅也把之前在邻居家发生的一切告诉了两人。原来教练是小帅杀害的，当时教练杀了邻居后，想让小帅跟他一起走，但小帅坚决反对教练的建议，于是教练开始威胁他。他知道小帅在大壮的自行车上动了手脚，所以骑行的时候才会摔倒，而且教练还看出来小帅对金发妹有想法。没想到小帅根本不怕教练的威胁，他直接将教练活活勒死。不过小帅并没有说出真正的实情，只是告诉了他们意外失手杀了教练。大壮得知后并没有责备小帅，要不是他坚持带回食物，他和金发妹估计早就饿死在了旅馆。不久后，大壮的伤势已经愈发严重，他深知自己时日已经不多，于是托付小帅帮忙照顾下自己的女友，让他保证一定要照顾好金发妹。最终大壮死在了金发妹的怀抱中。经过时间的推移，金发妹也渐渐对小帅产生了好感，两人开始过上了没羞没臊的二人世界。他们来到了泳池放飞自我。就在两人沉浸在美好的夜晚时，一股浓烟突然袭来，但他们似乎下定了某种决心，决定死也要死在一块。这时空中出现一艘外星飞船，灯光照耀着两人，似乎想要将他们带到外太空。然而或许是两人真挚的爱情，外星人也为此感到动容，又或许是他们的内心不再感到恐惧，外星人并没有选择伤害他们。这时周围瞬间恢复了平静，浓烟也慢慢的散去。小帅意识到外星人不会伤害他们，于是天一亮便收拾了行李离开了旅馆。影片就此结束。好了，以上就是2024美国科幻电影《受困旅馆》的全部内容，感谢大家的观看，我们下个视频再见。